陆主任，我们是晋川公安分局的。你们来是为了童话的是吧？哎呀，有那么灿烂阳光笑容的人，我是不会相信他能自杀的。陆主任，那就和我们讲讲你跟童话是什么关系？我和童话是什么关系？我是科室主任，他是实习医生，我想应该是同事关系吧。仅仅就是同事关系？不是同事关系，那还能是什么关系啊？陆主任，这是我们初步调查的结果。3月9日晚，童话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了云湖酒店的入住手续。与他一起入住的是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通过调取监控录像，确认了这个中年男子正是你。陆主任，你不否认这个中年男子就是你吧？我想，这是我的个人隐私吧。我想您应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我承认，我和童话之间确实是存在那一种关系。那就从这儿开始说起。对不起啊，童话，快走了，要迟到了。哎，来了。童话活泼的样子和她的名字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导师是我的大学同学。我同意童话来我们科室实习，也是因为我同学的推荐。来，赶紧先躺着。当时我只是照顾一下他，没想别的。不过从那以后，他和我的关系走近了很多，而且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似乎产生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主任好啊，走。早上好。哎，别怪我没及时制止他。有时候可能是考虑到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缺少父爱，所以我有伞，不忍心拒绝他。下雨别淋着。好，谢谢谢谢。小傻瓜，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应该跟你的同学或是科室的年轻人在一起，和我这个老家伙多没意思。你才不老呢。其实我是一个千年老药，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
说，他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带着我来到了童话般的世界，那个我少年时代曾经编织过的梦想的世界。你是什么时间到民宿的？大概9点多钟。具体一点，9点多少？9点半左右吧。什么时间离开的？11点不到。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爸，听说您竞聘业务副院长，民意测评满分啊？结巴结巴，我又不是你妈。还是我爸好。喂，凯哥，怎么了？有案子，麦子我今天接不了了。啊，刚好今天我休假，我送我爸去机场，麦子放学我去接啊，你放心吧。好。拜拜。许大，就等你了。乌索，哎，徐大，什么情况？今天早上一上班就接到报警电话，说这死人了，这是民宿老板娘。你报的警？是我，他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他说他早上一早要走，我想着过来打个招呼，我没想到。我先进去看看。苏主任，确定死因了吗？没有。没有。我们通过对尸体的初步检验，他没有明显的外伤，是不是因为突发疾病导致的死亡？现在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死者在临死之前有过性行为，但是我们在他的身体里边没有提取到遗留物。这个童话是我们中医科主任陆一鸣带的一个实习生。我建议你们去找杨明浩医生了解一下情况，他是童话的师兄。他怎么了？不在了。啊？
着下班之后还好好的，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吃火锅。这童话是什么时候来医院实习的？今年是上半年，2月份还是3月份，我记不清了。那他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有没有特别好的朋友或者仇人？这我不大清楚。她以前有个男朋友，是一个医药代表。开始的时候，俺让他医院找他，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人就不好了。童话平时为人怎么样？童话是这样，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性格有点孤僻，所以没什么朋友。如果说在这个医院里谁跟他关系最好，也就是我了。喂，喂，徐大，你在哪儿呢？我们把童话的母亲接过来了。知道了。我女儿不能自杀的，你一定要抓到凶手，替他报仇啊！您放心，韩老师，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给您和您女儿一个交代的。你没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您最后一次跟您女儿联系或者见面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是2个星期以前，我去他那儿给他送我腌的鲜货，我们还见了面，哪想到就……那这一次见面有没有发现她情绪上有什么变化？没有，这孩子是不是什么事儿都跟我说？我丈夫死得早，我一个人带大他的。他不是那种遇到事儿就想不开的孩子。您的女儿有没有告诉过你她交男朋友的事儿？大概半年前，她打电话说她交了男朋友，是个卖药的。没过多久，她就又打电话说她跟男朋友分手。那之后就没再听她说过有男朋友的事儿啊。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给一个人打电话，当时的神态啊和语气都和平常不一样。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她和平时不一样呢？我也是过来人，我是知道的，她应该跟电话的那名人谈恋爱了。当时问她了吗？我问她了，她说还没到时候。我刚才也说了，这孩子不是什么话都跟我讲的。我听说市立医院给新来的实习生都安排了集体宿舍。是的。3个月前呢，您女儿搬出去了，这件事儿您知道吗？我知道，房租是我替她交的。2个星期前刚见过面，还把自己的钥匙给了自己的母亲，这说明童话没有固定的亲密男朋友啊。她有，只是这个男朋友是不能带回家的，所以她不怕母亲随时来查。申请搜查证，对童话的住所进行全面搜查。另外，你和海燕去会那个叫钱飞的医药代表。是。
按照规定，警方在执行搜查任务的时候需有见证人在场。明白。派出所同志跟我说了，我就是那个见证人。来，你就不用理解。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爱他。25日晚上22点到1点，你在什么地方？25日晚上那天晚上我有个饭局，喝多了，就在洗浴中心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哪家洗浴中心？沐雨汤泉。有谁可以证明吗？任务段。好。回来了，妈，爸回来了，回来了啊！赶紧洗洗手吃饭吧。哦，就吃饭吧。哎，徐凯现在是不是在负责童话的案子？爸，你知道童话死了？啊，他死的当天，曹院长就在电话里面告诉我了。何况我还是他实习科室的主任。你说科室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哦，你们现在案子有没有什么进展？哦，明白，我不该多问。你们也喝点吧。对不住啊，我们有禁酒令，工作的时候呢不能喝酒。您好，您点的红烧鲤鱼。哎，谢谢。请慢用。哎，这样吧，我们用水陪你。打扰了啊。没事。来，动筷。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再给我们提供一些情况。这童话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童话喜欢成熟稳重、有安全感的。比如呢？你知道的，他从小就缺乏父爱。还有吗？这是我唯一能跟你们说的了。好好吃饭，别看手机。我吃好了。您就吃这么点儿吧。哦，今天有点累了，我先回去休息。那您先去休息吧。嗯。哎，爸。嗯。明天徐凯可能会去找你了解情况。哦。那个警察找他干什么？
我爸科室的实习医生童话死了。那个徐凯我不喜欢，结过婚，还有个孩子。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自己事情我自己做主。唉，一个女人嫁错了人，一辈子都受苦。你没看见她从来脸上没有笑容吗？她脸上受过伤，面部神经受损，所以她才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笑。妈，你知道她的脸是怎么受伤的吗？在一次抓捕毒贩的时候，毒贩点燃了家里的煤气罐，他妻子也是为了不让居民楼里的居民受到伤害，与毒贩搏斗，最后才牺牲了。他也是在这次行动当中受的伤。妈，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记忆当中，你就一直心怀怨恨去指责我爸，而且现在脾气越来越差。但是我爸从来都没有指责过你。你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他指责我，他没有资格。要是没有我，没有你外公，他还不知道在哪个山沟里做兽医呢。我反思，我反思什么？我反思我自己当年瞎了眼吗？啊！哎呀，婷婷啊，你都辛苦一天了，早点休息嘛。那他也不能每天无事生非，把家里搞成这个氛围啊！嗨，去，你少说一句，去休息去。哎，女儿这么大了，她自有自己的主张，做父母的别管那么多嘛。我要搁这儿了啊。饭吃完，把药吃了。那我先去睡了啊。不好意思，那个忙也没帮上，还让你们破费。没事儿，你怎么走啊？又没有送你啊？没事，我骑车走。行，那我走了啊。谢谢啊。你喜欢他吗？他好像知道什么，但是有顾虑，就是不说。其实他已经说了。童话没有太复杂的社会关系，那他能接触到的，可以给他父亲般关爱的人，还能有谁呢？30周年快乐！快乐。张玉，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其实，你可以在医学道路上比我更有成就，可你却选择了放弃事业，为了我跟孩子。你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于米，你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虚伪啊？说这些话你不觉得害臊吗？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离婚呢？这是我的报应了。当年我就是充当了这么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今天我终于体会到一个被你抛弃女人的彻骨的痛。陆一鸣，你骨子里就是喜新厌旧，是根深蒂固的嘛？啊？你给我听好了，给我听好了！我不会让你跟那个女人好过的，不会好过的。跟你有关系吗？你希望我和她有关系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她死，她该死。陆主任早。走。陆主任，陆主任，两位公安局的同志找您了解情况。我知道了。陆主任，我们是晋川公安分局的。你们来是为了童话的事吧？哎呀，有那么灿烂阳光笑容的人，我是不会相信他能自杀的。陆主任，那就和我们讲讲你跟童话是什么关系？我和童话是什么关系？我是科室主任，他是实习医生，我想应该是同事关系吧。仅仅就是同事关系？不是同事关系，那还能是什么关系啊？陆主任，这是我们初步调查的结果。3月9日晚，童话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了云湖酒店的入住手续。与他一起入住的是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通过调取监控录像，确认了这个中年男子正是你。陆主任，你不否认这个中年男子就是你吧？我想，这是我的个人隐私吧。我想您应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我承认，我和童话之间确实是存在那一种关系。那就从这儿开始说起。对不起啊，童话，快走了，要迟到了。哎，来了。童话活泼的样子和她的名字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导师是我的大学同学。我同意童话来我们科室实习，也是因为我同学的推荐。来，赶紧先躺着。先躺。
当时我只是照顾一下他，没想别的。不过从那以后，他和我的关系走近了很多，而且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似乎产生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主任好啊，走。早上好。哎，别怪我没及时治理他。有时候可能是考虑到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缺少父爱，所以我有伞，不忍心拒绝他。下雨别淋着。好，谢谢提醒。这个小傻瓜，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应该跟你的同学或是科室的年轻人在一起，和我这个老家伙多没意思。你才不老呢。其实我是一个千年老妖，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对我来说，他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带着我来到了童话般的世界，那个我少年时代曾经编织过的梦想的世界。你是什么时间到民宿的？大概9点多钟。具体一点，9点多少？9点半左右吧。什么时间离开呢？11点不到。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还早呢，再躺一会儿嘛。哎呀，我明天得去北京开会，得赶紧回去准备些材料。北京？我还没去过北京呢，你带我一起去吗？小傻瓜，去参加会议的我多半都认识，我带你去，不出半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我知道，你就是害怕别人知道我们的事情，影响你的名誉和地位。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的事情总有被拆穿的一天。你是在威胁我？我不是在威胁你，我爱你，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的。那天晚上你们在一起是不是喝酒了？喝了点红酒。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破碎的红酒杯。那天晚上，他提出要和我一起去北京，被我拒绝了。他有点不开心，就把酒杯给摔了。离开那里之后，你去哪儿了？我直接打车回家了。谁能证明？我们的小区门卫。陆主任，我听说你们医院正在竞聘业务副院长的民意测评，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哎呀，随你们怎么想吧。如果可以的话，这些事情别让婷婷知道，这会伤害到她的。陆主任，曹院长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让您过去扎2针。哦，失陪了。杨医生，帮我送下2位。哎，好，请。陆主任啊，是我们这的针灸大师，可以说是针到病除。我们医院啊，原来有个医生，人送绰号张医针，意思就是啊，不管多难的疑难杂症，
只要过他的手，一针就能治愈。可惜啊，很早就退隐江湖了。谁呀？这么神奇？她就是陆主任的夫人，张云。哎，听说她女儿跟你们是同行。哦，对，他说的是陆婷。我曾经听陆婷说过，她母亲出身中医世家，外公曾当选过国医大师。对。杨大夫，麻烦您签个字儿。好，稍等我一下啊。好。这儿了。陆主任其实就是他父亲的学生，他和他夫人啊，都深得老医子的真传，尤其擅长针灸之术。哎，我问一下，你们学中医的，是不是都会针灸？当然不是了，我们中医啊分很多学科的。我在学校学的啊是中医诊断学专业，就是人们说的这个望闻问切。你别小看这个针灸啊，扎不好会出人命的。好，师姐，走，我送你们。一扎长的针就能扎死人，太夸张了吧？一扎长，你知道盲针有多长吗？啥是盲针？盲针是一种特制的长针，最短的也得这么长，这最长的呀，根据史料记载，2.42米。多少？2.42米。杨大夫，哎，家属找您。好，我马上过来啊。这个别说这么长的针了，你就算是一个短针的话啊，你进针不当，它也会出人命的。古人说过，针可活人，亦可杀人。实在不好意思，我那有位患者啊，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多担待啊，多担待。哎，起床。起床。好。哼，这中医还真神奇啊，这么长。喂，苏主任，我请求重新做尸检，尤其检查死者身上有没有被针扎过的痕迹。苏主任，哎，徐大，怎么样？找到死因了。什么死因？我在死者的后颈部发现了2个非常难以发现的针眼。我推测，凶手是用长针刺入死者的风府穴，导致眼髓严重受损而死亡。利用医学手段杀人。既能逃过尸检，又能杀人于无形，这就需要凶手具备一定的医学专业知识，才能实施犯罪。确切地说，凶手必须具有相当的针灸技术，才能把针准确无误地刺入他要刺入的穴位。说，徐大，我们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童话租住小区的保安，他说有一个重要线索要向我们提供。那这样，你和大刘先过去看一眼什么情况。另外，你调取一下童话租住小区1个月之内的监控录像，看看有什么发现。是你报的警吗？是我，我前几天回老家了，昨天上班听说这个小区有个租户出事了，我突然想起件事来，就赶紧给你们打个电话。哦，同志，你说的租户是这个人吗？对，就是他。什么事儿？我上班的时候，发现有好几次有人跟踪他。你先去。好。走啊，徐队，开会去啊。陆婷，我已经替你请好假了。怎么了？你先跟我来办公室。来。
是说我爸，我不相信。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但现在你得面对现实。还有，根据回避原则，从今天起，你得从这个案子上撤下来了。陆婷，在办公室等我，我开门回来回来。苏主任，开始吧。好。9月26日清晨，在我市郊区的兰亭民宿发现了一具女尸。在开始的尸检当中，我们没有发现死者有任何被害的迹象，包括她的血液和脏器也都没有任何异常。如果不是专案组的同志们坚信死者身上存在犯罪嫌疑，我有可能会把死者的死因归为原因不明的意外猝死。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926专案组的同志们，是你们帮助我揭开了死者死亡的谜底。请大家看大屏幕，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针为特制的一种长针，一般是用较细而富有弹性的不锈钢丝制成的，它的长度通常是17至25厘米，当然还有更长的。因为它的形状酷似麦芒，所以叫它盲针。古人说过，针可活人，亦可杀人。盲针原本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但在本案中却成了取人性命的作案凶器。今天我对尸体再一次做了尸检，我在死者的后颈部发现了2个用放大镜也很难发现的针眼，我在这里做了标记。显然凶手是把长针刺入了死者的风府穴，导致死者眼髓严重受损，而导致死者不可逆转的死亡。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这是一起利用医学手段杀人的犯罪。郭晨，叔叔你那边情况。好。经过我们的走访摸排，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市立医院中医科主任陆一鸣的老婆张云。打断一下，张云也是我们同事陆婷的母亲。根据回避原则，陆婷已经从这个案子上撤下来了。继续。这陆一鸣和童话呢是情人关系，张云早就知道他们的关系暧昧，所以呢多次跟踪童话，具备了作案的动机。另外，根据陆一鸣提供的证词，25日晚23时他回到家，张云当时并不在家。张云回到家的时间呢是凌晨3点的57分，这一点小区的监控录像可以证明。这说明张云具备了作案的时间。特别的一点，张云出身于中医世家，尤其擅长针灸之术，这表明张云具备了用针杀人的作案能力。综上所述，我建议对张云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立即拘传张云到案接受讯问。开完会了。哦，要不你先去换衣服，然后我送你回家。大刘，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坐，来喝茶，坐呀。
张云，我们怀疑你与我们调查的一起谋杀案有牵连，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那你们稍等，我有文书想让婷婷给我还一下。其实你不用送我回家的。妈，妈，妈，别找了，你妈没在。你怎么知道？队里找她了解一下情况。为什么？队里找我妈了解什么情况？婷婷，你冷静一点。你拦着我干什么？我妈她只是情绪不稳定，她更年期，你们找她了解什么情况啊？徐凯，你下午跟我说我爸，好，我接受。我等你送我回来之后，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现在你又跟我说我妈，我妈她怎么了？我妈她不可能。徐凯，合着你什么都知道？就瞒着我一个人是吗？我要去找我妈，我要去找我妈。你别拦着我！张云，你认识他吗？张云，对于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那你能否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跟踪他？我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说他和陆一鸣有染。你要不把他的尸体移成土化好什么？我想抓他个现行。那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听不出来是男的还是女的。25日晚23点到凌晨3点57分这段时间，你在什么地方？我心情不好，去江边坐了一夜。你们问来问去，不就是想让我承认是我杀了那个女人吗？我承认。自从知道他和陆一鸣有染，我无时无刻不想杀了他，可是他不配。杀了他，我还先脏了我的手。如果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是杀人犯的话，那就是他。
的乳腺癌已经扩散至晚期了。但是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你们去问问医生就知道了。因为我长期受到精神的迫害和压抑，所以才得了这种病。我生不如死啊！凯哥，你是不是认为我的父母都特别虚伪啊？别胡思乱想。你母亲现在只是涉嫌谋杀，至于是不是凶手，得等到最后才能下结论。喂，徐凯吧，我是陆一鸣，人是我杀的，我现在正在去公安局自首的路上。张云和这件事情无关，他身体有病，放了他吧。我姐说把麦子接回家了。我都听到了。凯哥，我是警察，不管我父母是不是凶手，我需要知道真相，而且我也知道回避原则。这会儿你不该在这里，我不需要你陪，你去你该去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的。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都会过去的。你说是你杀死童话的，但是根据你们小区的监控录像显示，25日晚23时17分，你进入小区之后就再没有出来过。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小区后面有一段围墙，前几天被一辆货车撞塌了一截，里上2块木板遮挡着。那里没有监控，我都是从那里进出的。说一说你的作案动机吧。很简单，他要我离婚，我不可能离婚，于是他就威胁我，要公开我和他所有的事情。他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只能除掉他。你是怎么除掉他的？作为从医者来说，杀人于无形有很多方法。具体到他，我用盲针深刺他的风府穴，通过针骨大孔刺伤他的延髓，最终导致他的死亡。问他刺了几针？你刺了几针？1针。确定是1针毙命吗？我确定。问他，杀人用的盲针现在在哪里？在我办公室。
徐大，我们在陆一鸣办公室找到了这个盲针，经检验，这上面还残留着童话的血迹。我认为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了。从我们拘传张云到案接受讯问不到3个小时，陆一鸣就来投案自首。从时间上讲，是不是有点太巧合了？徐大，你是不是怀疑陆一鸣在替张云顶罪？暂且不论他是不是为张云顶罪，陆一鸣坚称他对童话是一针毙命，但是苏主任却发现了2个针眼，这怎么解释？另外，就算他是为张云顶罪，也就是说，在我们拘传张云之前，陆一鸣就知道张云是杀害童话的凶手，他觉得愧对张云，所以选择替他顶罪。有没有这个可能？还有就是这个盲针，作为凶器这么重要的证物，陆一鸣在杀完人之后为什么不把它销毁或是藏起来呢？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他不可能不知道这盲人在杀完人之后上面一定会残留死者的血液痕迹。他如果想要销毁这个痕迹，太简单了。是吗？这个案子疑点太多，我的意见暂不结案，咱们继续寻找线索。另外就是，如果我们24小时之内还找不到张云涉案的证据，那就按规定放人。明白。喂，凯哥，我发现一张照片，可能会对破案有帮助。我马上到。这个照片哪儿来的？我妈留给我的，就夹在这本书里。他是谁？我也不认识。凯哥，我不会放过你身边任何一个女人。谁身边呀？是我爸吗？那这个女人会不会跟童话的死有关系？如果这句话是这个女人写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她是谁，她和你的父亲是什么关系。这个场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凯哥，你看，今天给你的照片上的女人是谁？我的前车之鉴。什么意思？这张照片是我前段时间在书房里一堆旧书里发现的。当年陆一鸣就是抛弃了他，选择了我。照片背后有一句话：我不会放过你身边任何一个女人的。应该就是他亲笔写的。照片上的女人叫什么名字？你们去问他呀。回答我的问题。照片上的女人叫什么名字？田凤霞。
你好，徐导演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我们接到这个巡查任务以后啊，我们就通过村委会了解到这里呢有一户呢，知道他的情况，他家就住在这。现在我就带你去。好，好，好，海燕。科长，谢谢。科长，那个凤霞和文武啊，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呀。文武，凤霞的父母去世的早，就留下他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文武啊，就更可怜了。他妈当年下放到我们村，和我们村上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后来就生下了文武。文武在8岁的那年，他爹被公社出去修水库，在开采石头的时候被砸死了。唉，这不，没过多久啊，知青就开始返城了。文武他妈就丢下文武，自己走了。大傻瓜，走开！村长，以后有我在，你们谁也不能欺负他。村长。谢谢你救了我。傻笑啥呢，在那儿？真好看。凤霞，你怎么了？凤霞，你怎么了？怎么了？凤霞，没事吧？凤霞，我从小就得这病了，医生说不可能治好的，连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凤霞，为了你，我一定考入医学院，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治好。好看吗？凤霞，怎么了？
考上了。快给我看看。真好。哭什么呀？好事儿应该笑的。这是我用1根桃做的2个，咱们俩1人1个。帮我戴上。行了，就到这儿吧。我给你送到村口吧。就送到这儿吧，又不是生离死别。记得写信。到那边了之后，要多穿一点衣服，每天3餐要吃好，知道吗？我等你写信给我。好的。好好保重。行了，回去吧。等我等你写信。你快回去吧。小赵，有我的信吗？是这个吗？对。谢了啊。哎，没有。你没有我的信吗？没有。哎，小赵，有我信吗？你自己做的？谢谢。凤霞啊，你这是去哪儿啊？进城找文武去。走了，说。他后来见到陆一鸣了吗？也就是陆文武。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是后来听说，他去了省城，先是去投奔了他的表姐，姓李。
哦，不姓李，姓黄，叫黄秋燕儿。说，局长，您要的黄秋燕地址给您发过去了。知道了。你们前面找个地方把我放下来就行，我自己打车回去。您好。哎，您好。你找谁啊？这是黄秋燕家吗？我们找一下黄秋燕。我就是啊。什么事儿？您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想找您了解点情况。你了解什么情况啊？您是不是有一个表妹叫田凤霞？你们进来说吧。刚才你们说要了解一下田凤霞的情况。是。田凤霞现在人在哪里？她走了。走了？死了，都死20多年了。怎么死的？车祸。您知道陆一鸣吗？田凤霞跟陆……哎呀，田凤霞都死20多年了，你还问以前那事儿干什么呀？我们想知道田凤霞和陆一鸣是怎么分手的。陆一鸣找了一个家境比他好的姑娘，那自然就不要田凤霞了，那就分手了呗。那田凤霞后来为什么没有再回槐树庄？那都被人甩了，还好意思再回去吗？对吧？你们是公安局的吧？对。我是这里的前居委会主任。我刚才听见你们说话了。我认识一个人叫魏鑫，他跟黄秋燕原来住在一个院儿，我把他电话给你，你去问问他就行了。好。我记得当年呢，田凤霞是顶着个大肚子来找黄秋燕的。您是说田凤霞当时是挺着个大肚子来的？她后来又结婚了吗？这我就不太知道，好像没结婚就大肚子了。这样吧，你们去问问老魏。哎，田凤霞，苦命人呐。是啊，那时候我们刚结婚，田凤霞的表姐跟我们住一个大杂院。刚开始的时候呢，田凤霞和她一块儿住。后来她结婚搬走了，那房子就给田凤霞住了。还是要把孩子生下来啊！是啊，你说一黄花大闺女还没结婚呢，这生了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呢？别着急啊，我跟他说去，赶紧去。咋了，姐？妹子，你听我说。姐，甭劝了，我想的挺明白的。我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他见着孩子了，肯定就会回到我身边。我来帮你做。没事，我行。我来，坐这儿。哎，姐啊，我现在能感觉到他动了。拿那个小脚使劲踢你。是吗？
使劲，握着妈妈。哦，使劲抓妈妈哈！哎呀，这个手有劲儿的。哎呀，我这大胖小子啊，真可爱了。哎，起名字没有呀？没有。你说我们等爸爸给我们起名字。你跟他爸联系上了？还没有呢。去他学校，学校说他正在外地实习，联系不上他。这话你都相信？他就是不想告诉你。不能。他要是不想告诉我的话，就不会把那个狐狸精家地址告诉我了。对了，文武现在改名了，叫陆一鸣。你去他家找他？没有。我姐说我这刚出月子的，去人家不方便，忌讳。她替我去，是不是？大姨去见爸爸了。姐来了。姐，大姨去见爸爸了。来，让大姨抱抱。来，让大姨抱抱。哎呦，好。姐，见着文武啦？他怎么说？哎呦呵，哎呦姐，以后啊，你就当他死了吧。不是，姐，你没跟他说他有胖儿子了吗？走，胖儿子回家。哎呦，好。哎呦，我们好回来。姐。为了孩子，田凤霞吃了不少苦。本来以为他们母子俩就这样相依为命的过一生，谁知道小明8、9岁的时候，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妈妈呢？哎呦，打个电话给妈妈了啊！妈妈在回来的路上啊！我要妈妈。好的。妈妈就回来了啊！后来呀，黄秋燕就收养了小明，她跟谁也不说这孩子的身世。就全当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所以你们跟黄秋燕打听田凤霞的情况，她是不会告诉你们的。这不是杨明浩吗？他怎么去黄秋燕家？顾晨，你马上查一下杨明浩的身世，尤其查一下他有没有被收养的记录，要快。徐大，你是不是怀疑杨明浩就是陆一鸣跟田凤霞的儿子小明？说，杨明浩在9岁时有过收养登记，登记人是黄秋燕。那就全对上了。你马上召集人，以兰亭民宿为中心，周围1公里为半径，把治安交通系统里的所有监控视频全都捋一遍，看看有没有杨明浩的踪迹。暂停，找到了。你看，这辆电瓶车登记在杨明浩名下。25日23点37分，这辆电瓶车驶过东流路口，而这个路口正是兰亭民宿往返市区的必经之路。怎么样才能证明是杨明浩骑的车？那就简单了，咱们可以调取东流路口所有的监控视频，我相信
总有一个监控能拍到他。说，视频监控证明，25号晚上，杨明浩的确去过城郊兰亭民宿。知道了。杨大夫。喂，徐警官。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还有一个情况想找你核实一下。好，半小时后到我办公室见吧。好。哎，徐警官，杨大夫，今天我妈说有俩警察来家里，应该就是你们吧？对，是你养母告诉你的吧？啊，上车。哎，行。杨明浩，你现在是接受传唤的犯罪嫌疑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依法用作证词。你说什么？我是犯罪嫌疑人？你们3更半夜把我叫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是犯罪嫌疑人？太可笑了！说说你和陆一鸣的关系。陆一鸣，他是我的科室主任，也是我直接的领导，也是你亲生父亲。徐警官。他怎么可能是我亲生父亲呢？你当然不会承认，因为你恨他。夫妻之谈。徐警官，不要以为你是警察就可以瞎编。我有权利告你。我们换个话题。25日晚上你去哪儿了？25号晚上。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了。25日晚上，你去了兰亭民宿，是吗？我想想啊，哦，对，我想起来了，我的确去过兰亭民宿。你去干嘛？童话和陆一鸣吵架了。啊，那天晚上他心情非常差，非要让我过去陪陪他。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呢？谁能知道他那天晚上死在那儿啊？我怕有嫌疑，所以没说。我们调查过你在高中时候的学习成绩和高考分数，你的高考分数远远高于中医学院的录取分数，而且你研究生毕业之后完全可以留校任教，你却没有那么做，而是选择当了一名普通医生。说说理由吧。很简单，我喜欢干临床。是因为陆一鸣才喜欢干临床吗？认识田凤霞吗？你和田凤霞是什么关系？陆一鸣和田凤霞又是什么关系？你又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迫使陆一鸣不惜身败名裂，也甘心情愿为你顶罪的？
哎，明浩，哎呦，我正要找你呢。我跟你说啊，下星期院里啊有个学术研讨会，你准备一下，代表中医科上台发言。你干什么？还记得这个吗，陆主任？你怎么会有这个？你是？这还用问吗？我在你手下干了快2年多了，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咱俩为什么长得这么像吗？可你不是和你妈一起出生？别提我妈。我就是不愿意让你知道我还活着。我希望有一天，我自己站到你面前，然后告诉你，我还活着，我没死。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对不起，你光一句对不起能减轻你的罪孽吗？你知道我这一年怎么过来的吗？你知道那个被你抛弃的女人都经历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小明啊，慢点啊，右边有台阶啊，小明，别摔着啊！哦。慢点啊！冷吗？没事了，没事了，放心。妈妈，等我长大了，我要杀死那个人。你说什么？啊？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杀死那个人。对不起，他疼了没有？孩子，爸爸真对不起你和你妈，爸爸愿意倾尽所有补偿你。补偿我？你害死了我妈，童话也是因为你死于非命，你拿什么补偿？拿你的命补偿吗？啊？孩子，你别胡说，爸爸没有杀害你妈，更没有杀害童话。你说对了，童话确实不是你杀的，是我杀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死童话吗？都是因为你。你说什么？因为你，我才杀了童话。童话是你杀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妈曾经寄给你一张照片，照片背后有一句话：我不会放过你身边任何一个女人。这不可能，不可能！要不是张云得了癌症，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需要我再多此一举负责，我也会杀了他。天哪！你都做了什么？陆一鸣，你现在有2个选择，一个，你去投案自首，说童话是你杀的；另一个，你检举揭发我，你说童话是我杀的。我不在乎你贪淫灭亲，你大不了让他们毙了你亲生儿子呗，一命抵一命。父亲，我在救赎你。儿子。所以那天，你不仅把身世告诉给了陆一鸣，也把谋杀童话的犯罪经过告诉给了他。你给了他一个极其两难的选择，迫使他最终承认杀害了童话。我的目标一直是陆一鸣，但是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他随身携带着我妈给他的那个手环。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还给我妈留了一块地方。你的过去只有恨吗？难道就一点都感受不到爱？当然有，正因为这样，我才要为我妈报仇。即使用最残忍的手段，我也绝不后悔。不然我妈受过的苦，谁来承担？我原本以为你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头脑里多少会有一些理智，就像昼和夜，光明和黑暗，阳光下的阴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同时感受到这种两极的存在。但如果一个人闭着眼睛，不去寻找和感受光明与温暖，那他的世界里怎么会有现在和未来？你父亲因为做伪证，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我明白，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对我百般呵护，对患者无微不至，对我妈百依百顺的那个男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父亲和田凤霞之间是在那段特殊时期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田凤霞给了他姐姐，甚至母亲般的关爱，让他感到了温暖，也让他度过了人生最暗淡的那段时光。你妈妈和你外公，在你父亲到城里之后，给了他别人给不了的帮助。没有他们，他也不会留在城里，也不会有今天的事业成就。所以他对你的妈妈还是感恩的。直到童话的出现，让你父亲觉得他遇到了年少时曾经梦想的女孩。直到最后，杨明浩杀死了童话，也破灭了你父亲心中最后的那点热情和欲望。其实我父亲心里还是感激田凤霞的，所以他才一直戴着那个手环。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妈会觉得我爸的心一直不属于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妈在抑郁中得了癌症。我到现在才明白，我妈说嫁给了一个男人，就是嫁给了自己的一生。命运还是要靠自己掌握的。对啊，所以我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妈，妈，对不起。孩子啊，说对不起的应该是妈妈。妈，你为什么生病也不跟我说呀？走，妈妈已经把自己的人生搞砸了，不能一错再错，不能再牵累你呀。凯哥，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田凤霞来城里之后，我爸到底见她了没有？他没有见到你父亲，因为你的父亲进学校不久之后就把名字改成陆一鸣了。但是你的父亲见到了田凤霞。一鸣，连去。我爸来咱们学校了，要见你。你爸知道我们的事儿了？他早晚都会知道的，正好借这次机会让他认识认识他的乘龙派系。文武，这不能进，不能进。我找个人，我马上就走。哎，不行不行。陆文武，
是不是有人喊我？没有人喊我。哎，一鸣，你干嘛去啊？说，徐大，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死刑。法院打电话来说他要见你。知道了。谢警官。法院说你要见我。我一直有个心愿，想来想去，只有麻烦您了。你说。带陆文武去我妈坟上上炷香吧。我妈这一辈子实在是太苦了，可我知道她到死都一直爱着那个根本不值得她付出的陆文武。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了你了，因为徐警官，他会判死刑吗？我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是我造的孽，应该去抵命的人是我。山野的风吹过，林下的那片菊田，那个奔跑的少年，如今在哪里流连？但我可以让陆一鸣的女儿陆婷替他父亲去看看你母亲。没这个必要了，谢谢啊。杨明浩，我一直觉得你的本质还是善良的，并非十恶不赦之人。怎么不提起上诉呢？我不需要了。我妈一个人在那边待得太久了，我想去陪陪她。谢谢你啊，徐警官。时光倒